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母亲被医生开错药，抢救无效死亡。我一气之下将那名医生和医院告上了法庭，却在开庭的前一天，我收集到的证据不翼而飞，导致官司失败。10年积累起来的不败神话在此刻瓦解。当了10年的金牌律师，结果连自己母亲的案子都赢不了，丢不丢人？一瞬间，铺天盖地的指责席卷而来。这场官司结束了我的律师生涯。我重新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，在商场的地下车库巡逻时，却发现老婆和那名医生一氧化碳中毒，双双赤裸躺在车里。这一刻，我真想自己眼瞎看不见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当何皎皎在医院醒来的时候，丈母娘和老丈人急匆匆赶来。我站在床边，一声不吭：“闺女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一氧化碳中毒，那可是要人命的。”何皎皎摸着眩晕的脑袋，迷迷糊糊地喊着程阔的名字。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瞪大眼睛，环顾四周，才发现自己身处在医院。听到他喊那个医生的名字，我忍了许久的怒意和酸涩一触爆发。何皎皎，你和程阔2人在车库的事情，是不是需要跟我解释一下？如果我今天巡逻的时候没有撞破你们的私情，你是不是就把我当傻子一样的瞒着？何皎皎神色一怔，有些慌张地看着我。程阔他怎么样了？你既然救了我，那对他应该不会见死不救吧？我满眼失望地看着他，没有吭声。我没想到，直到此刻，我已经发现了他出轨的事情。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向我解释，而是去关心那个男人。此时的我心如刀绞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或许何皎皎脑补了许多，他满眼通红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更是激动地用双手抓着我的衣服。你说话呀，哑巴了吗？程阔他怎么样了？如果他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看着他这副样子，一种无法言语的痛苦在我心中蔓延，就像寒冬的雪花，冰冷而悲凉。我忽然想到那不翼而飞的证据，终于对上了我先前的疑惑。对于呼之而出的真相，我控制不住摇晃着身体后退了一步。所以在我妈被他失误开错药害死后，我搜集到的那些证据是你偷偷拿走的，对吗？此时的我和何皎皎完全是各说各说的，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。他大声地质问我：程阔他怎么样了？难道就因为你妈死了，你就对程阔见死不救是吗？他又不是故意的，只不过失误开错药，你就这么揪着不放吗？何皎皎一字一句就像寒冬冰冷的寒剑，一刀刀扎进我的心里。我流着眼泪，满眼的不可置信，颤抖着开口：所以我搜集的那些证据是你拿走的，对吗？你为了你的情人不顾我妈的死活。程阔他是一名医生，开错药这种问题就是很大的医疗事故，他不应该承担责任吗？我气得身体直发抖。一旁的丈母娘见我大声吼何皎皎，有些生气地推了我一把：你告不到程阔，那是你没本事，怎么能怪我女儿？亏你以前还是个金牌律师，号称什么不败神话，切，如今不过就是个小区里的破保安，有什么权利在这儿质问我姑娘？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没想到一向对我随和的丈母娘突然对我翻了脸，我气得眼眶发红，看着他们一家人，如今才算真正看清他们。是我拿的又怎么样？程阔年轻有为，是最有前途的主任医师，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毁了他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。相比之下，他的前程更重要。至于你妈，那是运气不好，
谁让他不说清楚自己甲硝唑过敏的？何皎皎说这话的时候，眼里满是讥讽，压根不觉得程阔有错，甚至言语之间尽是维护。我满心绝望地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想起我妈生前对他处处照顾，甚至一个碗也没有让他洗过，满心满眼地照顾着何皎皎的情绪，对于他提的要求从没有拒绝过，即使如此也没有捂热他这颗冰冷的心。如今他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竟然觉得他情夫的前途比不上我妈的一条命，让我感觉无尽的悲凉，替我妈感到不值，也痛恨我自己让母亲遭受这样的劫难。至于何皎皎说我妈没有告诉医院她甲硝唑过敏，其实根本不是，是何皎皎在这里强词夺理。记得在送我母亲入院那天，我反复叮嘱程阔和那几名负责我母亲的护士好几次，告诉他们我母亲甲硝唑过敏，甚至在我反复提醒的时候，程阔逐渐露出不耐烦的表情。可如今何皎皎只轻飘飘地来一句运气不好，就将一条活生生的人命盖了过去。何皎皎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妈生前对你那么好，你却为了一个男人阻止我为我妈追责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何皎皎置若罔闻，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，烦死了，你妈死都死了，还斤斤计较，揪着不放，你有完没完？这日子还想不想过了？看着和自己生活了将近7年的爱人，如今为了外面的情人，对母亲的死毫不在意，甚至对我也越来越不耐烦。在我当场发现了他们的奸情，何皎皎也没有一丝羞愧，感到一阵寒心。苏颜，我看你和皎皎两人都先冷静一下吧，他现在身子虚弱，有什么事情等出院再好好说，你先去买午饭去吧。一声不吭的老丈人冷着脸色开了口，他说的对，这样一直吵也吵不出什么名堂，只会激化矛盾，解决不了任何事情。于是我忍着心里的委屈，听了老丈人的话，先去给他们买饭。可就在我提着几人的午饭返回病房门口时，却听到病房内传来断断续续的哭泣声。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窗口，入眼的一幕让我瞬间僵在原地，一股怒气直冲头皮。我紧紧抿着唇，握着饭菜的手紧紧握着，几乎掐进了肉里。只见何皎皎流着眼泪抱着程阔，喜极而泣的表情尤为刺眼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如今既然沈苏颜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关系，那我也不用再费尽心思瞒着他了。我真的好开心。程阔摸着何皎皎的一缕头发，嘴里的情话连篇。宝宝，看到你没事我也很开心。我们的关系既然被沈苏颜发现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何皎皎和程阔接了一个吻，有些娇羞的双手环抱着程阔的脖子。他现在就是个破保安，我早就和他过够了。既然他发现了，那当然是离婚了。他爱我如命，就看他敢不敢了。我何皎皎的老公怎么能是个破保安呢？说完，两人低声笑了起来。听着何皎皎和程阔的对话，我提着饭盒的手微微颤抖着。一怒之下，我将病房门大力地推开，两人猛地回头看我，双双瞪大眼睛。随即何皎皎反应过来，当着我的面再次搂着程阔的胳膊，仰起头，眼里带着挑衅和一丝丝的得意。沈苏颜，既然你看到了，我看我们也没必要装下去了，离婚吧。此时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嘴唇颤抖着，想到了这几日暂时寄养在妹妹家的女儿，心中一阵钝痛。何皎皎，你好狠的心，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阻止我为我妈追责，还和害死我妈的凶手在一起。
甚至连我们的女儿珊珊都不顾。你如今要和我离婚，良心不会痛吗？待我说完这些话，何皎皎却像听到什么笑话一样大声笑了。女儿自然我是要带走的，你一个保安怎么能养活得了她？怎么靠你那1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吗？我看你连你自己都养不活不了吧。就在这时，丈母娘和老丈人回到病房，看到我时眼里多了一丝惊讶和心虚。这么快就买回午饭来了？我没理会丈母娘的话，气得胸口起伏不定。好，何皎皎，要离婚可以，女儿你休想带走，你净身出户，然后把我为我妈搜集的证据还给我，不然我不会同意离婚。我们就这么耗着吧。听到我说这话，何皎皎气得站起身，冲过来直接给了我一巴掌。你做梦！女儿，财产的1半我都要，即使去打离婚官司，你也没权利让我净身出户。况且你一个保安的经济能力养活不了女儿，法院把女儿判给我的可能性也比你大。丈母娘此时气得推了我一把，甚至拍打着我的脑袋，活像个泼妇。我外孙女肯定是要给我女儿带走的，你一个破保安怎么照顾女儿？不像我女儿还有成阔，他们2个完全可以让珊珊有个更好的生活环境。我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丈母娘，又求助般地看向老丈人，却见他眼神躲闪，不再看我。我心灰意冷，不由得自嘲一声，就算我是个保安又怎么样？何皎皎婚内出轨，我有权利让他净身出户，而且这么多年照顾珊珊的一直是我和我妈，而何皎皎她每天除了工作打扮，没有带珊珊出去玩过一次。我想她可能连珊珊的生日都不记得吧。随即我的目光看向丈母娘，继续说道：妈，当初是你说的，我和皎皎很配，你觉得我能靠得住，你很欣赏我，才愿意将皎皎交给我。如今你变脸的速度可真快。丈母娘的神色有些尴尬，却也没有半分心虚。是我说的又怎么样？可我现在最满意的是小程，这才是我心目中最满意的女婿。这2年，小程对我们老2口关照太多了，而你呢，也就逢年过节来看看我们，去个医院让你找关系，结果你来一句没有人脉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听到丈母娘这话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原来2年前你们就知道何皎皎已经出轨了，却一起瞒着我到现在。我的情绪有些崩溃，在得知是这样的真相，更让我难以接受。原来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被何皎皎当成傻子一样玩弄，最后甚至因为打输了母亲的官司，丢了自己引以为傲、奋斗了许多年的律师工作，沦落成现在人人嫌弃的保安。我气得将手中的饭菜扔在地上，夺门而出。直到何皎皎出院，也没有再去医院看过他一眼。当我回到我和何皎皎共同生活过的家，心中的酸涩和苦痛无处发泄。我将家里所有的酒摆在面前，像白开水一样往自己嘴里灌，眼泪顺着脸颊流进嘴里，咸咸的，也酸酸的。酒瓶见底的时候，我的脑袋感到有些眩晕，情绪被放大，忍不住低声哭了起来。脑海里浮现这些年和何皎皎一幕幕的回忆，还有可爱的女儿，心揪着无法呼吸。这一夜，我就像漂流在海上的一块浮木，无处容身。就这样，我昏昏沉沉度过了一晚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揉着剧痛的额头，将糟乱的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随即把床头的那张婚纱照直接拆开撕碎，包括我们曾经共同的回忆全部销毁，然后扔进了垃圾桶。
我拜托了我先前律师事务所的朋友，将我和何皎皎离婚的案子交给了他，包括何皎皎出轨的证据和这些年对孩子的抚养情况一一说明。直到几天后，何皎皎拿着法院的传票站在门口。沈苏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跟我离婚吗？我一提离婚，你就迫不及待去法院起诉，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。我看出轨的人不止我一个吧。女儿被我接回了家，却在昨天感染了流感，如今刚吃了退烧药睡着了。面对突然出现的何皎皎，又这么强词夺理、无理取闹，沉静几天的心再次被他搅得烦躁不安，甚至有些头疼。何皎皎，你倒打一耙的本事倒是挺大的，离婚是你提的，出轨的人也是你，我看得已经够清楚了，你有什么脸到这里来质问我？何皎皎听到我的话后，气得脸色发红，他的反应让我有些诧异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我现在暂时还不想离婚，我们可以约法三章，分居，你不能干涉我的生活，当然我也不会干涉你的，怎么样？面对何皎皎的无理要求，我气得扬起手，却停在了半空中。何皎皎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是不会和一个肮脏的女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，更不可能继续和她生活。何皎皎气得脸色通红，看着我扬起的手，瞪大眼睛，气得作势要冲过来打我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陈阔打来的电话。何皎皎像是故意而为，当着我的面将手机开了扩音，用撒娇的语气对陈阔说道：“你手现在怎么样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切个菜都能切到手，严重吗？等我，人家帮你呼呼。”挂断电话后，何皎皎傲慢地看了我一眼，将法院的传票直接撕得粉碎，扔在了我的脸上。看他又要为了陈阔那个野男人抛弃家庭，我气得大声喊着：“何皎皎，珊珊感染流感，高烧不退，你回来连看他一眼都没空吗？你的心里除了陈阔还容得下谁？”我本以为会唤起何皎皎的一丝母爱，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只换来他冷冰冰的一句话：“流感而已，又死不了，你给他吃上退烧药不就好了？难道你这个当父亲的这么点事都做不好吗？真没用！”我近乎绝望地看着何皎皎摔门离去，低着头，眼眶灼热地盯着地上的碎屑，忍不住抽了抽鼻子，然后继续回卧室守在女儿旁边，顺便将刚刚发生的一幕截了个视频发给了同事。我抚摸着女儿的额头，只觉得心疼，不忍心让她知道这么多年妈妈、姥姥、姥爷的爱全都是虚假的这个事实，无奈地深深叹了口气。就在这时，同事给我发来一段语音：“沈律师，你真的不打算回来重操旧业吗？我们大家都很想你，你母亲的案子也并非没有转圜的余地，没必要为了一些闲言碎语就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职业。”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这几日因为连续请假，工资已经被扣了好几百块钱，这个月的生活怕是要节流了。可接下来同事的话瞬间让我又有了希望：“你之前丢了的证据，我有办法帮你找回来。毕竟陈阔开错药的事情影响不小。小虎文档防盗印，找星号点书机器人选小虎，稳定靠谱，实心对勾不踩坑。”我内心控制不住地跳动着，有些激动地追问着同事：“真的有办法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”鼻尖有些微酸地吸了吸鼻子，控制着由于激动溢出眼眶的眼泪，有些手足无措。见我松口，同事的语气轻快了许多：“
听着他爽朗的笑声，我感觉现在的自己像当初初入社会的毛头小子一样。你不需要感谢我，我们都这么多年的同事了，我只希望你能回来继续你的辉煌。我已经期待了。结束聊天之后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最近糟糕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如今突然出现了一件好事，连续多日的阴霾一扫而空。这一段浑浑噩噩的日子终于看到了光亮和希望。这时女儿醒了，我给她倒了一杯水，量了一下温度，发现已经退烧了，悬着的心也轻松了不少。看着客厅那撕碎的法院传票，我沉默着将它们扔进了垃圾桶，随即给何皎皎发了一条短信：你即使撕碎传票也没关系，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出庭，那我们这婚离得会更快。何皎皎回复得很快，一长串的语音发了过来，却是程阔的声音：沈苏妍，你也就只能拿离婚这件事来威胁皎皎。皎皎的嘴很忙，他没时间回复你信息，更没时间配合你去法院。我看这顶绿帽子你就戴着吧。就在这时，何皎皎软糯娇滴滴的声音传了出来：讨厌，你干嘛拿人家的手机？此时的我脑海里再次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天地下车库的画面。当时我正在工作，在地下车库巡逻，却看到一辆车灯没关，便想过去看看车玻璃的电话号码，给车主打个电话提醒一下，却没想到入眼的画面让我大脑宕机，直接愣在原地。车内何皎皎和程阔两人赤身裸体，相拥而眠，嘴角挂着满足。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我本想一走了之，可被妻子背叛的那种痛让我心如刀割，心里的那股怒气完全压制不住。我直接敲击车窗，很想看看此时的何皎皎是什么反应，可我连续敲了好几次，两人均没有反应。这下我才意识到不对劲，急忙拿起旁边的灭火器砸了车窗，才发现两人一氧化碳中毒晕了过去。我忍着眼泪，手臂控制不住地颤抖着，真想用这双手将眼前的这对狗男女掐死，可剩余的理智让我拨打了120。终究我还是不忍心看着他们就那样死去。第二天何皎皎回来了，我盯着他满脖子的吻痕，趾高气扬地坐在沙发上。此时的他翘起二郎腿，态度再次转变。我想了想，你这么想跟我离婚，那我成全你，也省得你费心费力地去起诉我。这样吧，我看你这个破保安也没攒下什么钱，就把那辆车给我，然后我们离婚。婚后何皎皎花钱大手大脚，即使我做律师多年，也没有任何积蓄。如今干保安这份工作，连家里的生活开销都捉襟见肘。只不过让我奇怪的是，何皎皎竟然对女儿的抚养权不闻不问，神情看起来满不在乎，想要急切地和我办理离婚手续。可以，我答应你，女儿的抚养权归我，房子也归我，车归你。行，一言为定。我已经拟好离婚协议了，你在这儿签个字，1个月后民政局见吧。何皎皎拿出离婚协议的时候，让我很诧异。离婚的事情进展得太过顺利，让我有种不真实的错觉。我皱着眉，忍不住问他：你为什么今天突然同意了？昨天还求着我不想离婚，甚至要跟我争珊珊的抚养权。何皎皎得意地举起手，晃了晃无名指的戒指。程阔昨天向我求婚了，看到了没？这么大的钻戒。说着，又习惯性地抚摸着腹部。过半个月，就是我和程阔，还有肚子里宝宝的婚礼。如果你有空，记得来参加。何皎皎不忘炫耀着肚子里的那个野种。
眼里全是对未来生活的向往。至于我，他恐怕现在是避之不及，包括我们的女儿珊珊，怕是担心会影响到她以后的生活，所以才会着急和我签离婚协议，对女儿却只字不提。这样狠心又自私自利的女人，我算是今天才彻底认清了她。我利落地签了字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字签完了，你的行李麻烦你赶快带走，慢走不送。何皎皎直接翻了个白眼，站起身，顺脚踢了一下旁边的垃圾桶。切，让我多待1分钟我都不乐意，我现在看到你这张脸就觉得反胃想吐。说完，完全不顾我的情绪，直接摔门而去。我将何皎皎的行李收拾完，放在了家门口，打电话让他来取，不然时间长了，我便会直接扔进垃圾桶。又再次遭来何皎皎的讽刺谩骂。第2天，他还是带着程阔将自己的行李拿走了。等到女儿放学回来的时候，我很耐心地和她说明了我和何皎皎如今的关系。我想她有权利知道，虽然这样对孩子很残忍，但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看着女儿懵懂又像是听懂的表情，我的眼睛感到一阵酸涩，忍不住抱着她。此时我的心里在滴血。曾经设想给女儿一个温馨有爱的家庭环境，如今却食言了。处理好和何皎皎的事情后，我想把我这份保安的工作辞掉，重操旧业。可不巧的是，再过3天有一场展览会，需要安保人员。如果我此时辞职的话，怕是人员不够。我在这里工作时间虽不长，但是同事对我关照挺多，直接丢下也过意不去，便答应等展览会结束再离职。珠宝展览会现场，我身穿保安服在场馆内巡逻，拿着对讲机汇报着工作情况，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何皎皎和程阔2人。此时的何皎皎愈发明媚，揽着程阔的胳膊，小鸟依人。他们发现了我，便直接来到我面前。何皎皎看着我，捂着嘴笑了一声，言语之间满是讥讽。怎么，你一个保安也来参加珠宝展览了吗？你能买得起吗？哈哈，我皱着眉，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握着对讲机。见我不吭声，何皎皎和程阔2人愈发无礼。哦，你是在这儿给看门的吧？你一个破保安，让你守护珠宝的安全，也算是抬举你了。真是不容易呀！你们别太过分了，我在这里工作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没必要上赶着来羞辱我吧？就是要羞辱你，不就一个破保安吗？还在这儿教训起我们来了。我们可是顾客，是你的上帝，你在这儿碍着我的眼了。程阔话语满是嚣张，微微扬起脑袋，斜着眼睛看我。虽然我们是低声说话，可就他们2个人围着我一个保安，这样的画面还是吸引了周围人的少许目光。何皎皎拉了拉程阔的胳膊，2人会意了一下，便要离开。程阔碰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挑衅地哼了一声。就在此时，同事也看到了我的身影，急忙走了过来。沈哥，过2天就可以再次和我共事了，我真是太激动了。何皎皎在前面走着，突然回过头看了我一眼，我装作没看到他，继续和同事闲聊着。同事告诉我，我妈被程阔开错药的案件，在他当初和我一起去搜集证据的时候，电脑自动存了备份，他也是前段时间修电脑的时候才发现的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我激动地抓着他的手。虽然证据不够充足，但是证据能搜集一部分算一部分。至于当初开药的单据，以后另想办法。你记不记得，当初阿姨住院的时候，她的检查单据被全部收走，
归入档案了。而你打算交给法院的单据是复印件。我点了点头，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将所有的单据重新复印一份做备份，这样是为了确保单据丢了，到时候乱讨。可没想到，我这个习惯也差点帮了我一个大忙。在得知同事在医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会帮我调取档案的时候，我激动得差点落泪。我没想到，在被何皎皎偷走所有的证据后，再次搜集起来会如此顺利。我拍了拍同事的肩膀，抿着嘴一言不发。他看着我发红的眼眶，什么都明白了，只不过想要凑齐那些证据，再次把程阔告上法庭，需要一些时间。过了几天，我重新回到了律师的岗位上。到了何皎皎结婚的这一天，我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，份子钱也并不打算给她上，却没想到她会主动给我打电话。我以为她会和之前一样对我出言讥讽羞辱，可让我诧异的是，电话里传来何皎皎低声哭泣的声音，她的声音哽咽，断断续续地向我哭诉：沈苏妍，我被程阔那个混蛋给骗了，他就是个大骗子，他竟然……我拿着你当律师那会儿攒下的200万帮他炒股，结果他全输了，还欠了很多高利贷。如今他把我的车也卖了，人也找不到了。今天是我真的太后悔，没有早一点看清他这个人。听到何皎皎的话后，原本已经麻木的心再次被激怒了。我本以为我辛苦挣的那些钱是被何皎皎大手大脚花光了，却没想到他拿着我辛苦赚来的钱去给我戴了绿帽子。这样的真相让我有些承受不住，控制不住的想要将它撕碎。此刻隔着信号，我压抑着心中的怒气，完全对这个女人同情不起来。何皎皎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恶心的女人，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你的下限。你让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男人，真的是太恶心了。何皎皎抽泣声音越来越大，最后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。对不起，我后悔了。今天程阔他逃婚了，我爸妈丢尽了人，亲戚朋友也全都看完笑话离开了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了，我只想到了你。何皎皎吸了吸鼻子，再次开口道：沈苏妍，我们还没有办理离婚证，要不我们不离了好吗？我想删了。听到何皎皎这些话，我只觉得可笑。何皎皎，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些话的？你难道要让我接受一个怀着野蛮人孩子的女人，接受一个拿着我辛苦挣的钱去给我戴绿帽子的女人吗？在你心里，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，何皎皎抽噎了2声，半晌才开了口：对不起，苏妍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再也不会和程阔联系了。你可怜可怜我，我现在被他害得背上了高利贷，我一个人还不了。原来这才是何皎皎真实的目的。我忍不住自嘲地笑了一声，直接挂断了何皎皎的电话，一句话也不想再听。第二天早晨，何皎皎狼狈不堪地出现在门口，他提着从这里带出去的行李箱，手足无措地低着头，捏着衣角，战战兢兢地小声开口：我能不能回来住几天？苏妍，我错了，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最爱的还是你，我离不开你。我冷着眼看着他，听着他这些违心的话，只觉得恶心。何皎皎，我这不欢迎你，麻烦你该去哪儿去哪儿，别来打扰我。就在我准备关门的时候，何皎皎直接把手伸了过来，我一时没注意，门直接夹了何皎皎，惹得他痛呼一声。演一场苦肉计让我心软，何皎皎还真是够有手段的。
我看着他手指被挤出淤血，冷漠转身，没有再说驱赶他的话。何皎皎提着行李箱走进房间，随即放下行李，直接走进厨房，一边走着一边激动地问我想吃什么，他给我做。我瞥了他一眼，走到女儿卧室，拿出孩子给何皎皎准备的母亲节礼物递给他，冷漠地说道：何皎皎，我是看在你是珊珊母亲的份上，让你走进这间屋子，这是女儿给你买的母亲节礼物。对于你来说，女儿在你心里可有可无，可在珊珊心里，你是她的妈妈，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。我说完这话，何皎皎流着眼泪，下意识地摸着平坦的小腹。对不起，我对不起珊珊，对不起你。再过几天就到了1个月冷静期，我想求你，可不可以看在珊珊的份上？不可以，何皎皎，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可能了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会帮你还高利贷，更不会抚养你肚子里奸夫的孩子。我已经被你欺骗得很惨了，从你偷拿走我为我妈搜集的那些证据开始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你落得这样的下场，是你自作自受。何皎皎颤抖着嘴唇，哭得满脸泪痕，眼神绝望地看着我。最后，他拿走了女儿送给他的礼物。而后几天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何皎皎，直到1个月冷静期结束，民政局门口，何皎皎再次出现了。他垂着眼眸，脸色蜡黄，整个人犹如一块木头一样毫无生机。办理离婚证的流程很顺利，全程何皎皎没有说一句话，直到我要离开的时候，他突然拉着我的手：对不起，沈苏妍，是我害了你，让你这么伤心。以后我能不能经常去看看珊珊？虽然你不要抚养费，但是我也是珊珊的母亲。我皱着眉头，心里虽有些不乐意，但是她是珊珊母亲这件事是不争的事实。可以，你想看女儿，随时联系我。离婚后的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在搜集证据，在重新将证据递到法院的那一刻，从未有过的畅快。听同事说，拿日成阔逃婚后，没有离开这座城市，他依然在那家医院按时上班，只不过他不清楚程阔和何皎皎如今的关系如何。我想这几日程阔应该收到法院的传票了，离开庭还有一段时间。这期间，何皎皎一共联系过我2次，每次叫他的状态都是一如既往的萎靡不振，唯一的变化就是他那微微隆起的肚子。这天半夜1点的时候，我突然接到了何皎皎的电话，我迷迷糊糊地按了接听键，却听到何皎皎惊恐委屈的哭泣声：苏妍，你能不能救救我？我快受不了了。我心中顿时警铃大作，以为何皎皎出了什么事，便想问个清楚，然后报警解决。你可不可以为了我撤诉，别告程阔了？他最近情绪很不稳定，每天下班回来都会把气撒在我身上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他每天都打我，甚至拿针扎遍我的全身，我好疼。你可以不可以为了我放弃告他？我皱着眉听他哭诉，在听到他劝我放弃告程阔的那一刻，那一点同情的心理彻底磨灭。他家暴你，我帮你报警吧，我也无能为力。何皎皎，你想得太天真了，就算我撤诉，他就不会打你吗？我不会撤诉的，不管什么理由，我都不会。你已经阻止过我1次，这次你依然还要卖惨来阻止我。我狠了狠心，用当初何皎皎讽刺我的语气继续说道：你现在只不过是个出轨背叛我的女人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要求我为了你放弃我的任何事？何皎皎，直到现在，你还认不清你自己的价值。
真是可笑。何皎皎哭了，她崩溃地在电话里大喊，求着我：沈苏妍，我把这个孩子打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们复婚吧。从此以后，我只有珊珊一个女儿，我一定不会再有别的心思。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说这样绝情的话？曾经的你，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对我说，可如今为什么这么狠心？我眼眶微热，回想着曾经和何皎皎甜蜜的那段日子，只觉得讽刺。我自嘲地笑了一声，内心只剩麻木。何皎皎，现在半夜1点，你在浪费我的时间。如果只是和我说这些无聊的事情，我劝你还是没必要再说了。电话中，何皎皎呼吸声比较大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自从这天晚上开始，我便再也没有了何皎皎的消息。直到快要开庭的前几日，同事告诉了我一个让我无比震惊的事情：苏妍，程阔杀人了，他失手掐死了何皎皎，导致1尸2命。何皎皎，你和程阔两人在车库的事情是不是需要跟我解释一下？如果我今天巡逻的时候没有撞破你们的私情，你是不是就把我当傻子一样的瞒着？最衰怎么会这样？那程阔呢？此时同事无声地叹了一口气，程阔杀人之后也自杀了，割腕自杀。当警方赶到的时候，程阔就躺在何皎皎的旁边。这样的结局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我本以为自己搜集了许久的证据，终于可以将程阔这个杀人凶手送进大牢，却到头来还没来得及，这个人便死了。程阔虽然死了，可母亲因为医疗事故死亡这件事让我心里始终埋着一根刺。何皎皎葬礼当日，我带着女儿去给她磕了个头。至于她葬在哪里，我并不想知道，只想和女儿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至于女儿愿不愿意去看她母亲，我一如既往地尊重她。虽然程阔没有机会再告她，但我和同事搜集到的证据也足够告这家医院。最终，这家医院因为包庇程阔失误导致医疗事故这件事付出了代价，我也得到了补偿。我将判决书捎给了母亲，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安心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